这是女孩第一次来慰问坚守在前线的士兵。她手捧一盒七彩马卡龙走到男人跟前。I lost my fingers. 看到士兵的断手，她震惊不已，挑了一个绿色开心果味的马卡龙放进了士兵口中，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推了进去。It's pistachio, if that's helpful.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see us. 紧接着他又来到一位独眼士兵身旁，将一枚精致的马卡龙放进满是血渍的手心。他们被战争摧残的伤痕累累，艳彩的马卡龙在此处显得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女孩环顾四周，满营的伤员到处都是痛苦的哀嚎声。突然她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低头一看，原来自己脚下埋着一群保家卫国而牺牲的功臣。看着这残忍的一幕，女孩泪流满面。回去的路上，她丢掉了那箱本以为能安抚士兵伤痛的马卡龙。为了改变战争给国家所带来的悲痛，从此女孩开启了她的一生传奇之路。女孩名叫凯瑟琳，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帝。在她继位的那段时间，曾放出豪言：如果我能活到200岁，整个欧洲都将匍匐在我的脚下。而就是这样一位胸怀大志的女帝，也曾有过小女生的一面。I am to be married. 在这之前，凯瑟琳原本只是德国没落王室的一位公主，父亲为了实现政治联姻，于是把她嫁给了沙皇彼得。稚嫩的凯瑟琳对这段爱情充满了向往，刚一踏上俄国的领土，她就亲吻了这里的大人，是要在异国他乡开启自己人生的新篇章。可让凯瑟琳没想到的是，她所憧憬的美好爱情与现实完全不一样。第一天入宫，凯瑟琳就被要求检查身子是否完毕。懵懂的她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侍女见状上前低声告诉了她，好在她的身体非常健康。但即便如此，沙皇彼得见到她后还是很不满意，嚷嚷着要退货，只因她的身高不够1.8米。Send her back. Get me a tall one. 凯瑟琳听完人都傻了，可下一秒彼得又哈哈大笑起来，原来他是在开玩笑。身边的大臣们也纷纷迎合着彼得一起戏弄起了凯瑟琳。虽然只是个恶作剧，但凯瑟琳还是感到无比的尴尬。夜晚婚礼如期举行，没有什么隆重的仪式，皇室只为她布置了一场简单的晚宴。不过凯瑟琳并不在意，因为只要能和心上人在一起，她就心满意足了。随即彼得在晚宴上送给她一头棕熊作为礼物，这可把凯瑟琳高兴坏了。在她心中，棕熊代表着守护和忠诚，是爱情最高的信仰。她兴奋地将此事讲给了侍女听，可侍女却提醒她今晚要发生的事情。凯瑟琳则表示母亲已经告诉过自己，并生动且形象地给侍女讲解了一遍。侍女听得津津有味。就在这时，彼得带着大臣进来了。凯瑟琳自然知道接下来的流程，她乖巧地坐在床上，等待着暴风雨的来临。Have a pleasant evening, Empress. 说完，彼得就拉着大臣喝酒去了。此时凯特琳一脸的蒙圈，怎么和母亲描述的出入这么大？尽管有些不如意，但凯瑟琳仍然对这份感情抱有幻想。一大早，她就在纸上写下了爱彼得，让他也爱我这样的话来激励自己。为此还让侍女传授她这里的教育以及文化。于是侍女带着凯瑟琳去参加了宫廷的名媛会。可在这里，她发现自己完全融入不进去，因为这些贵族夫人的思想匮乏，整天只关心衣着打扮。凯瑟琳跟他们聊书籍、聊志向，他们完全听不进去，因为在这里女人根本不需要读书，他们唯一的消遣方式就是玩无聊的滚球游戏。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凯瑟琳在与彼得外出打猎期间提出想要帮助他发展俄国，但彼得把心思全放在了打兔子上面，完全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只是告诉凯瑟琳他的任务就是为自己生下一位小皇子。凯瑟琳不甘放弃，又提出想创办一所小学。为了不让他再打扰自己，彼得一口答应了下来，随即便与手下玩起了拳击游戏。看着有这样的一国之君，凯瑟琳开始怀疑他真的是自己喜欢的沙皇彼得吗？沙皇彼得不仅风流成性，而且情绪更是反复无常。开心时他与大臣们把酒言欢，生气时他就将手下往死里揍，甚至连凯瑟琳他也不放过，说动手就动手。当得知他创办学校居然是想教女人们读书时，彼得直接下令一把火将学校烧了。在凯瑟琳心中，知识就是一个国家的财富，更是她的精神支柱，现在却葬身在一片火海之中。凯瑟琳心痛不已，愤怒的她立刻找到丈夫理论，质问他为什么要毁了自己的学校。可彼得却这样回答道 Women are for seeding, not reading. 大臣们听完也跟着嘲笑起来，在他们眼里，女人只是生育的工具，没有一点地位和权利。凯瑟琳生气地反驳 You are scum not like to me again. 看到彼得竟这样对自己，凯瑟琳感到很是失望。宴会上，所有人都在奉承沙皇彼得时，只有凯瑟琳一人在闷闷不乐，因为她根本无法去融入这样的环境。情绪低落的她本想跟自己的棕熊玩一会解解闷，却没成想彼得为了在大臣面前秀自己的枪法，竟直接把棕熊给打死了。而这瞬间激怒了凯瑟琳，她大步上前，狠狠地给了彼得一巴掌，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现场顿时鸦雀无声，连沙皇彼得都惊呆在原地。凯瑟琳受够了这里的一切，忍无可忍的她决定离开这个伤心之地。她让侍女将自己藏在箱子里，想要逃出皇宫，可马车刚走了一半就突然停了下来。接着箱子里开始流水渗入，并且越来越多。原来彼得早已猜到他要逃跑，于是提前在城外设好了埋伏。他让手下将凯瑟琳沉入水中，一番折磨后才把她拉了上。就这样，凯瑟琳又被狠狠地羞辱了一番。最后，彼得将她囚禁在房间，不得踏出家门半步。心灰意冷的凯瑟琳不想再这样苟且地活着，打算一死了之。这时，侍女玛丽及时赶来阻止她。玛丽原先也是一位家庭显赫的小姐，但因父亲得罪了沙皇彼得，才被贬为了奴隶。此刻，玛丽的一句话又重新给了凯瑟琳希望。If the emperor dies, it goes to the empress.
凯瑟琳听完放下了手里的刀，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和重整俄国的兴衰，于是她决定发动政变。Just like that. 这是凯瑟琳发动政变前的第一堂课。姨妈告诉她，要想让自己足够强大，就必须要学会反击。因为自从凯瑟琳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扇了沙皇彼得一巴掌后，她便受到了宫里贵妇们的排挤。舞会时，他们假装在教凯瑟琳跳舞，背地里却小动作不断，不仅对她拳打脚踢，甚至狠狠地把凯瑟琳扇倒在了地上。Dear Catherine, are you all right? We get caught up in the music. 最后，凯瑟琳被他们无情地拒之门外。虽然有些委屈，但更多的是愤怒。于是凯瑟琳打算好好给这群贵妇上一课，毕竟要想成为王者，就必须得有威慑力。凯瑟琳从姨妈这里学习到经验后，等她再次参加名媛茶话会时，一个婢女挑衅凯瑟琳。Do not ever do that. That goes for all of you. Am I heard? 就这样，凯瑟琳用她强大的气场成功震慑住了这里所有人。但事后，贵妇们找到沙皇彼得告起了凯瑟琳的黑状，说她不懂宫里的规矩，也没有把皇权放在眼里，并且将此事一顿添油加醋。彼得刚开始并没有当回事，但渐渐的他发现凯瑟琳对自己的态度跟以前判若两人，总是一副爱答不理的表情。凯瑟琳动不动就给他瞟白眼，这让彼得十分不爽。丢了面子的他打算制造意外杀死凯瑟琳，然后再换一个新皇后，因为他受够了凯瑟琳那副嘲笑他的嘴脸。可大臣们却提出了反对，表示这样做有损皇族名誉。无奈之下，彼得只好亲自挑选了一位男仆安插在凯瑟琳身边，来监视她的一举一动。凯瑟琳一边与男仆交好，一边开始物色拥有远大志向的官员来辅佐自己。毕竟要想推翻政权，仅凭她一个人是万万不够的，她需要有拥护者，更需要得到大臣们的信任。最后，凯瑟琳将目标放到了公爵奥罗身上。他知识渊博，思想先进，对沙皇彼得的昏庸有诸多不满，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过胆小，从来都不敢反驳彼得。所以当凯瑟琳想试着说服他帮自己发动政变时，奥罗一口就拒绝了他，这让凯瑟琳不知道如何是好。侍女玛丽提议用美人计试试，于是当晚凯瑟琳又把奥罗约到了自己寝室。 Or is there anything you want? Oh my god, you are trying to... 可没等他施展完才艺，奥罗就被吓得落荒而逃。凯瑟琳连忙追出去，并向他表明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但奥罗对彼得忠心耿耿，凯瑟琳再怎么劝说也无济于事。直到这天，沙皇彼得将刀架在奥罗脖子上的那一刻，他才彻底对这位暴君失望。当时朝堂上来了一位留着胡子的黑人使者，而在俄国有一则规定，那就是50岁以下的男性都不准留胡须。彼得上来就强行命令使者去把胡子剃了。奥罗见状提议沙皇应该去除这一制度，还民众适度的自由。彼得听完很是不爽，认为他这是在挑战自己的威严，于是逼迫奥罗亲自把使者的胡子刮下来，不然他们两个人都得死。失望的奥罗低头看了一眼匕首，战战兢兢地握住走向了黑人使者。 All of you fuck. 随后满身是血的奥罗找到皇后，此刻的他终于同意帮凯瑟琳一起推翻彼得这个昏君。刚开始凯瑟琳对这个男人特别提防，她觉得这是丈夫故意安插在自己身边的卧底，但渐渐的凯瑟琳又发现里奥每天除了睡还是睡，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并不像是来监视自己的。为了证实她的猜测，这天凯瑟琳故意当着丈夫的面说里奥的表现让她很不满。彼得一听这不是给自己丢脸了，立马起身对着里奥就是一顿暴揍。训斥间，凯瑟琳得知里奥之所以沦落到这种地步，也是因为他的父亲得罪了沙皇。既然不是卧底，凯瑟琳便将他留在了自己身边。这一留不要紧，没过几天，凯瑟琳就彻底沦陷了。只因里奥实在太会讨女人欢心了，有了喜欢的人后，凯瑟琳整天都陶醉在温柔乡中，以至于原先的政变计划也迟迟没有进展。奥罗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找到凯瑟琳提醒她不要忘记正事，并且劝她和这个男人断了来往。可凯瑟琳正在热恋当中，自然不肯听他。争论中，奥罗还白白挨了一巴掌。不过好在凯瑟琳最后及时醒悟，还是把推翻沙皇政权放到了首要位置上。重新制定计划后，凯瑟琳打算先朝丈夫的军队下手。了解到现在彼得向瑞典发动了战争，士兵们纷纷上了战场，于是凯瑟琳与姨妈一同来到战壕慰问坚守在前线的士兵，却没成想被战争的残酷深深刺激。回去的路上，她扔掉那箱本以为可以安慰士兵的马卡龙，决定要加速推翻彼得的政权。晚上，凯瑟琳找到俄国将军大胖，想要用真情打动他来辅佐自己，可没成想此人和沙皇彼得一个德行，每天只知道饮酒作乐，喝得烂醉的他见到皇后竟起了色心，并直接将凯瑟琳扑倒在地，还尿了她一裙子。凯瑟琳起身狠狠地踢了他一脚，然后愤怒地离开了。可外面的景象让他更加火冒三丈。这就是沙皇彼得执政的俄国现状，宫内混乱不堪，处处泛滥着黑暗。想要改变这种环境，就必须要推翻政权。但仅凭凯瑟琳这股单薄势力，谈何容易？就在他为接下来的政变计划一筹莫展之际，侍女突然带来一则好消息 The Emperor's going to die. 原来就在刚刚，沙皇彼得竟当着发小的面霸占了他的老婆，而发小只能眼睁睁看着，却不敢有半句怨言。可更过分的是，到了晚上，彼得又强行爬上了他们的床。事后看到妻子脖子上的勒痕，发小格伦终于忍无可忍，他受够了这样的屈辱。为了报复这个狗皇帝，格伦趁着彼得不注意，偷偷在他的饭菜里下了。
随后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陪彼得打起了球。由于运动能使血液加速流通，所以很快彼得就感觉到了身体不适。可当看到有美女过来的时候，他依然会强装镇定，主动与对方搭讪，直到他吐了一大口鲜血在女人的背上。沙皇身中剧毒，这可是大事件，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皇宫。凯瑟琳得知后，第一时间赶来问候。此时，彼得的几个亲信正焦急地守在门外。姨妈告诉他，里面情况很糟糕。彼得不仅上吐下泻，还发起了高烧。只见房间内不断有血红色的呕吐物端出来。最后，御医得出的诊断是彼得感染霍乱。It's cholera. He will die, will he not? It's a strong possibility that we must face. 这可把凯瑟琳高兴坏了，因为只要沙皇彼得一死，他将会是第一继承人，称王称霸指日可待。而等御医和所有人都走后，格伦主动留了下来照顾彼得。看着与自己从小长到大的兄弟现在身体如此虚弱，他突然有些后悔了，内心泛起了深深的自责。可当看到彼得胸口上妻子留下的爪痕时，火气一下又上来了。愤怒的他拿起抱枕直接按在彼得头上，打算现在就杀死他。关键时刻，妻子上前阻止格伦，并且狠狠给了他一巴掌。因为如果沙皇彼得真的死了，等凯瑟琳上位，那么到时候他们在宫里的地位和荣誉将会不复存在。第二天，宫里紧急召开了政治会议。凯瑟琳因为是第一继承人，所以她需要发表演讲来证明自己有能力扛起大旗。可由于经验不足，凯瑟琳一上来就要推翻现有政权，废除农奴制度。I will end serfdom immediately. 这一决定显然触碰了贵族的利益，他们对此非常不满。于是大臣们把继承人的目光投向了沙皇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上，反正在他们眼里，只要不影响自己的利益，让谁当皇帝都一样。但这位弟弟一直以来都被沙皇囚禁在密室，只有他和姨妈知道。就在大臣们四处寻找之际，姨妈却帮凯瑟琳做了她最不愿做的事情。 Take him and display him in the Great Hall, just so those who would rally behind him realize the futility of their little quest. You killed that boy. You're welcome. 借此情形，众人立马转变态度，表示永远站在皇后这边。可就当凯瑟琳以为继承人已是囊中之物的时候，彼得却突然苏醒了过来。 I feel hungry. Just like that. 这是凯瑟琳发动政变前的第一堂课。姨妈告诉她，要想让自己足够强大，就必须要学会反击。自从沙皇彼得大难不死后，她便开始调查是谁给自己下的毒。宫里大大小小的官员都进行了审判，凯瑟琳为了避嫌，也不得不亲自上场接受刑罚。好在她内心足够坚挺，几种酷刑都扛了下来。最后彼得没有查到任何线索，于是直接下令把宫里所有的厨子都吊死了。可他不知道，真正下毒的人其实是他最信任的宠臣兼好友。虽然他无法忍受彼得霸占自己的妻子，但见彼得身中剧毒都能死里逃生，他也就此折服了起来。而这件事也让凯瑟琳意识到自己的政变计划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无奈。他先是把之前枯燥乏味的扔球游戏进一步的难，让玩家从中找到了不少乐趣。接着他又发明了新型印刷机，此机器不仅能印字，还可以勾勒出任何想要的图案。This is very good. 随后凯瑟琳又举办了一场艺术展览，她将俄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以油画的形式展现在大家面前，让本国文化和思想艺术有了更好的传承。不少人看得泪流满面，得到了沙皇彼得的大力宣扬。 Everybody gather round. To this art,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as I become the me I wish to be. I hope to have you weeping at the end of the day. 在凯瑟琳的带领下，宫中掀起一阵文艺复兴的热潮。彼得也被他深深影响，不仅在宫里大办科学交流派对，他自己还突发奇想制作了一个降落伞。 This is science. Enjoy. 最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狗狗平稳落地，现场顿时掌声雷动。看着凯瑟琳的声望越来越高，主教却有些坐不住了。他感觉自己在宫里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因为一旦大家都相信科学了，谁还在信上帝？于是半夜他偷偷在沙皇的寝室里放了一只乌鸦，想借此来诬陷凯瑟琳给皇宫带来了晦气。这时听到动静的守卫破门而入，直接将乌鸦一枪爆头。得知是主教在从中作梗，彼得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并且警告他以后不准再针对皇后。而有了沙皇彼得的支持后，凯瑟琳在推广科研和教育的路上也容易了不少，他与彼得的感情也越来越融洽。可就当所有事物都往好的方向发展时，宫中一位仆人突然患上了天花。凯瑟琳找到医生想为其医治，但医生却表示沙皇有规定，他们只帮贵族治疗，而底层的人民没有这个待遇。凯瑟琳很不理解，便找到彼得开始理论，希望他把百姓的生命放到第一位。可没想到彼得不但没有同意，还将那些患有天花的人大规模扔到了郊外，准备一把火烧了，认为这样就能切断感染源。可那个时期天花席卷全球，欧洲一些先进的国家已经找到了防御办法，那就是通过接种微量的病毒来让自身产生免疫。只是彼得和宫里贵族们的思想顽固，不愿去接受外来建议。凯瑟琳为了转变他们这种愚蠢的认知，于是当着众人的面在自己的手上划了一道口子，然后往里面注入天花病毒。贵族们都觉得凯瑟琳疯了，哪有人主动往自己身体里注射病毒？
彼得甚至直接命令手下把他拖走了，还派御医24小时监护着他。一夜过后，凯瑟琳的身体并无异样，这也证明了天花接种确实有效。可沙皇彼得还是烧死了所有染病的平民。看着窗外天空弥漫的浓烟，凯瑟琳眼里泛起了泪花。他意识到这个国家已经千疮百孔了，要想挽救就必须得更换领导人，于是再次萌生了夺权的想法。这天，由于大胖将军指挥有方，与瑞典的战争形势一片大好。对方派来一位大使与沙皇求和，但彼得却打算刺杀他。大胖本想阻止，却遭到了彼得的一顿教训。凯瑟琳得知后，偷偷找到大胖，想见机由收他辅佐自己，并露出了自己大腿上的印记，询问他此图案像什么。可大胖对皇后的美色垂涎已久，只顾看她的大白腿，完全没有注意到印记的事情。气得凯瑟琳一把薅住大胖的头发，让他把目光专注到印记上面。 Think of a map. It's Russia. 凯瑟琳想以此暗示他才是俄国领袖，而这也让大胖的内心动摇起来。到了晚上，沙皇彼得表面为瑞典大使举办了隆重的晚宴，暗地里却已经安排好了暗杀计划。入场前，凯瑟琳找到彼得，提醒了他这样做的弊端，并用拍马屁的方式告诉彼得，如果他愿意与瑞典握手言和，不仅能体现他有大国统帅的风范，还会赢得百姓的敬仰。这才让他改变了主意。等宴会开始后，彼得赶紧示意手下取消暗杀，但由于他的表达不是太清楚，差点酿成大祸。 No! 很快，与瑞典谈判的日子到来。凯瑟琳作为皇后，需要与彼得一同前往。出发前，她特意坐上大胖的马车，一路上都在拉拢他加入自己的政变团队。可大胖满脑子都是龌龊想法，完全将他的话当成了耳边风，这可把凯瑟琳气坏了。 I am terrifying. Your husband is very handsome. Thank you. Would you mind if I? You mean Many roads to peace for a country and a woman. 这就是两位皇后的第一次对话。在凯瑟琳的撮合下，沙皇彼得打算与瑞典国王谈判，终止两国长达数年的战争。此次谈判能否成功，也直接决定了两个国家的命运。双方刚一见面，先来了个虚情假意的拥抱。这个瑞典国王其实和沙皇彼得一个德行，每天也是只顾着玩乐，国家大事从来都不关心，所以二人简直臭味相投。刚见面就玩起了打鱼游戏，把正事完全抛在了脑后。晚上，宫里举办了隆重的欢迎晚宴，而两国的将军却在外面畅谈人生。这是他们第一次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虽然是多年的对手啊，但彼此之间都互相欣赏。如果没有战争，他们或许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所以他们是最希望谈判成功的两个人。第二天谈判正式开始，刚上来双方还算态度坦诚，都愿意停战。但最后说到关于圣彼得堡的归属时，两位国王就打起了小算盘，谁也不让。甚至两人直接在谈判桌上干起了仗，这哪里有一国之君的样子？就像小孩过家家一样，用卧龙凤雏形容二位再合适不过了。众人好不容易才将两人分开，但此次谈判也彻底宣告失败了。如果继续开战，就会有更多的人因此而牺牲，这对两个国家没有任何好处。于是凯瑟琳主动站出来，像哄小孩一样开始在两位大男人之间游说，并提出一个利于两国的方案，才解决了此次矛盾。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握手言和。而凯瑟琳的这种政治才能和聪明头脑，也让将军大胖看在眼里。回去的路上，他同意了招募。就这样，凯瑟琳又添一员大将，再加上之前彼得送给他的情人里奥，政变5人组正式成立。接下来，他们开始按计划秘密游说大臣们加入皇后凯瑟琳的阵营，并且游说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有的人用金钱诱惑，有的人则是见色忘义。好在他们对沙皇彼得的昏庸早已心生不满，所以游说起来也相对容易。当然，也有少部分的人不愿意加入，不过最后只有死路一条。宫里接二连三有人遭到暗杀，自然引起了沙皇彼得的注意。姨妈提醒他小心有人发动政变。为了找出幕后主使，于是彼得对宫里所有的人都进行了审判，并且手段极其残忍。眼看事情就要败露，说服了一位大汉提前去刺杀彼得，却被发小格伦夫妇当场杀死，而他最后自然也成了政变事件的背锅侠。晚上，沙皇彼得大办宴席，来庆祝铲除了宫里的背叛者。可大家都被他折磨得伤痕累累，哪里高兴得起来？连曾经那些对他拍马屁的人，现在也安静了下来。就因为彼得的怀疑，他们一个个被严刑拷打。现在犯人抓到了，可彼得却连一句安慰大家的话都没有，还有心情在这里胡吃海塞。见气氛如此尴尬，凯瑟琳缓缓站起来，然后说道 I look at you all, and my heart breaks for your pain, for your sorrows, but I also see, externally, for today, you are all as one. We are all Russians, one where we trust in each other, knowing we are bonded by our love for Russia and our joy in a brand new future. 凯瑟琳的话就像冬日里的一束火光，不仅温暖了大家的内心，也为大家的生活点亮了一丝希望。众人纷纷起身鼓掌，而这也为他以后的政变打下了基础。可就在一切事物往好的方向发展时，凯瑟琳却发现自己怀孕了。凯瑟琳发现自己怀孕后，立刻将开花的小麦烧了。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因为这会影响她的政变计划。
为了能够顺利的坐上王位，于是凯瑟琳决定在自己生日这天提前动手刺杀彼得。她先是找到将军大胖，从这里学习了简单的行刺动作，然后又给手下每个人布置了任务。大胖主要负责控制军队，随时等待进攻的号角；奥罗则是去拖住宫里的教主，让沙皇彼得身边孤立无援，配合自己去完成致命一击。可就在一切工作准备就绪的时候，姨妈却突然找到了凯瑟琳，因为今天到了检查她是否怀孕的时间。为了不让姨妈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凯瑟琳只好假装 No luck. Another glass. 一会的功夫，凯瑟琳就喝下一整壶的水，但她也只能强忍着。在两人的聊天过程中，凯瑟琳不小心说漏嘴，将发动政变一事讲了出来。虽然她极力的在掩饰，但还是被敏锐的姨妈察觉到。You're the beaver's nose. What? You're coming for Peter. What? No! What? I'm not doing anything. You were lying to me. 事已至此，凯瑟琳也只好摊牌，承认了一切，并询问他站哪一边。He is the line I swore to protect. This is the line also. Will you support me? 凯瑟琳的能力，姨妈一直都看在眼里。彼得和她差的不是一星半点，现在她又怀了皇族的血脉，姨妈自然愿意支持她。不过她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留彼得一命。凯瑟琳虽然嘴上答应了，可心里却不打算饶过彼得。毕竟自从她嫁过来以后，这个无恶不作的丈夫就曾多次殴打和羞辱她，现在她也不会手下留情。然而让凯瑟琳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彼得却对她动了真情，不仅在生日当天送给她一颗大钻石，还邀请了凯瑟琳的偶像来为她庆生，这让凯瑟琳喜出望外，赶紧收起了匕首。中途，彼得第一次向她深情表白。Catherine, I looked at you on your 20th birthday. A woman of substance. Your lips that speak so wisely. Your eyes that see the world in a way no one else does. Your head fizzing with original ideas. Your heart filled with a powerful love for life. Happy birthday, my darling wife. 这些话差点就把凯瑟琳感动哭。直到听见彼得要把他的情人里奥赶出皇宫，凯瑟琳才再次起了杀心。这是凯瑟琳刺杀彼得的最佳时机。她手握匕首，缓缓地朝丈夫走去，却没成想彼得突然起身，从书桌上拿出一封里奥写给凯瑟琳的信，大概意思是他要离开皇宫了。原来就在1小时前，彼得看到里奥送给凯瑟琳一个戒指，两人在后花园当众秀起了恩爱，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彼得以打猎之名将里奥约出来，然后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而这封信其实是彼得逼里奥写的，就是为了从他手里夺回自己的妻子。可彼得不知道的是，凯瑟琳早已爱上了里奥。得知这一切的他愤怒不已，直接亮出匕首朝着彼得冲了过去。但凯瑟琳毕竟只是一个柔弱的女子，在强壮的彼得面前根本没有还手之力，3两下就被制服了。此时彼得并不知道凯瑟琳已经发动了政变，他单纯的以为是妻子不满自己将他的情人送走才如此生气的，于是把凯瑟琳关在房间，让他先冷静冷静。然而当他走出来看到乱作一团的宫廷和叛乱的军队时，他整个人都傻了。侍女玛丽见凯瑟琳刺杀计划没有成功，为了保命便主动找到沙皇彼得告发了凯瑟琳。看着满墙罗列的政变计划和残忍的刺杀行动，彼得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妻子有多恨自己。此刻的他不仅愤怒，还很心痛。随即彼得带着满腔的怒火找到凯瑟琳，打算亲手杀了她。但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凯瑟琳说出了自己怀孕的消息，并以此来威胁彼得退位。 Give it up. I do not want any more bloodshed in this. Abdicate. 得知凯瑟琳肚子里怀了自己的骨肉后，彼得心软了。其实他一直都知道妻子的能力和头脑远超过自己，如果大权交到凯瑟琳的手，他一定会带领俄国蒸蒸日上，给人民一个美好的未来。更何况凯瑟琳已经怀了自己的孩子，以后坐上皇位的依旧是自己的血脉。但彼得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在他退位之前必须先杀死凯瑟琳的情人里奥。或许别的条件他都可以答应，但是这个要求让凯瑟琳迟疑了。毕竟里奥是他深爱的男人。将军大胖让凯瑟琳以大局为重，因为一旦错过这次机会，那么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将功亏一篑。 I await your signal. I'll shoot around, and it will be on again. 看着贵族们对自己的肯定和士兵跟随他的决心，最终凯瑟琳有了答案。她穿过树林见了里奥最后一面，两人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静静地看着彼此。从凯瑟琳的眼神中，里奥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结局，不过他并没有怪凯瑟琳，而是选择了义无反顾地支持她。 My fate was always you. Yours always Russia. 两人深情一吻之后，凯瑟琳转身离去。此刻她的心如万箭射穿，痛到无法呼吸，但为了俄国的兴衰，她又别无选择。最后，凯瑟琳哭着跑回皇宫，向将军下达了进宫命令。伴随着一声枪响，凯瑟琳向丈夫彼得发动了政变，而她也如愿地坐上王位，成为了俄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